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青年作家文健儿老师，欢迎；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任占敏律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俩异国奔现也挺不容易的，在一起16年，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敷衍，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。他太爱较真了，看不到我的付出，在家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他总爱逃避，只顾自己潇洒，脾气还越来越大，许下的承诺也没有兑现，我对他越来越失望了。他管得太宽了，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，在外面也不给我面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继续走下去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张先生36岁，来自辽宁个体；女嘉宾赵女士36岁，来自北京个体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你好。主任好。好，确实是有夫妻相啊，是像都吃胖了吗？都吃胖了。对，生活太好。你们俩有16年是吧？对，认识的时候是在网上认识的。对，打游戏。那会儿我们俩一块打游戏，对，然后就认识了。你当时在新西兰读书？对，我那会儿，因为我从小就去的新西兰，然后一直在那边生活。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冲他这个人，我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我才回来的，我放弃了那边生活我才回来的。打了多长时间的游戏就奔现了？就是当时我们俩打了有3个月吧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人还挺温柔的，又是个暖男。因为我本身从小就缺少父爱，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男孩对我特别好，我就想跟他在一起。然后当时聊3个月，然后我就看了他一张照片，我就怎么都想回国。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，说你回来吧。我就因为这么一句话，我就飞回来了，大老远的1万多公里，我就飞回来去找他去了。然后他当时还没给我留联系方式，然后我就挺着急的，我直接就去他的城市去找他了。然后那个时候用 QQ 去给他留言。然后这个时候他才回我的，然后那个时候才见的面。好，这一见面好像就谈了很久的恋爱，7年是吧？对，就一见面，然后之后就不能自拔了，然后就一下爱上他了。我们俩就在一块儿，一待就待到现在了。你什么时候领的证啊？我们俩15年领的证，15年领的证，那时候在一起7年之后领的证。对，那还是有非常深的了解，对吧？也不是冲动结婚，对不对？就是纯是为感情。现在应该是2娃了，是吧？是我们生了2个孩子，那多好啊！好什么呀，主持人！生完孩子之后，他整个人就变了，根本就不是暖男他就是完全对我们生活，包括孩子一点都不上心，然后又自私，然后他又大男子主义。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啊！这不是帽子扣的大，就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。因为当时我们结婚之前，他完全没有表露出这些现象。那2个人在一起谈恋爱嘛，对吧？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热火朝天的呀。是啊，也就是说他伪装了7年是吗？差不多吧。好，那伪装的也够可以的了。从结婚以后他就觉得我不好了。那是我结了婚之后我觉得你不好吗？那说完孩子生完之后就几个月他大转变了，就家务也是我自己干，孩子也是我自己带，就等于他完全不管不顾了。我怎么不顾了？你刚开始生孩子的时候这没问题，你身体虚弱对吧？那个时候需要人照顾，我在家里全心全意的照顾他，这很正常。但是我觉得他后来坐完月子了，孩子也稍微大一点了，他也能够正常去照顾孩子。这个时候那你就是因为我怀了孩子，然后你假装对我好吗？假装对你好也是对你好，对吧？对你好就行了。又要呀，对不对？我又要赚钱，然后我还要去顾家。那我也跟你一起工作了呀，我也帮你，我也扶持你了呀。那我不是闲着没事在家干的呀。那后续的事不是我负责公司的事儿就是更多一些嘛，对吧？那我也希望你管家里事更多一些。那我要带孩子，然后我一边我要扶持你，那我多累呀。那后来我不是叫我妈过来了吗？是你妈是来了，那我总不能什么事情都跟你妈说，让你妈去做吧。那她毕竟是婆婆老年人，那我总不能我看她带孩子腰累，我不搭把手吗？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来做，你妈只是过来帮忙而已。听懂了啊，这个身份转变了啊，压力大了。这是老大是吧？对，老大。老大今年多大？老大2岁多，快3岁了。然后老二是1岁。就是连得很近，我当时生的时候就是身体不好嘛，有糖尿病，然后我怀孕也挺辛苦的，我就连着生了2个娃。
不，这连着生得了娃是你的决定还是你们共同的决定？当时怀老大的时候是意外，然后来就来了，我们俩共同决定留这个老大。然后老二的时候还是意外，然后那个时候他就不同意我生老二，然后我就想着给老大生个伴儿，然后就这么我强留老二再留下来的。那老二的这个孕期他对你好吗？还是假装对你好？我觉得是假装的，就又对你好了。对，他又给我做饭了。不是，我那个时候不是假装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工作开始忙了啊，那孩子都大了，都得喝奶粉，以后还得考虑上学的这些问题，对吧？需要钱的地方特别多。行，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。啊，对对，就是一怀孕就假装对你好，对，是吧？对，然后没孩子的时候也假装了很多年，是吧？是的，就假装了10几年对你好。对，感觉我上当受骗了。因为我当时我觉得他对我一直都挺好的，怎么就突然大转变了？行，我就觉得他不爱我了。好好好，那你现在爱他吗？我爱呀，我觉得我现在挣钱就是爱这个家呀，爱着他，所以我才这么拼命这么努力赚钱。好，这个双方分歧比较大啊。现在俩娃谁帮你带？现在老大主要是跟我，因为他从小那会儿都是我一手带大的啊。然后他也是帮忙过，也搭把手过，但是最多就是还是我那个带着老大，然后老大也黏我。老二现在主要是奶奶带着。那他现在下班回家之后都做些什么呢？那不是下班，主持人，我们俩是开网店的，哪儿下班天天在家就是工作，根本就不用出去。哦，那更辛苦啊。他就是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儿，然后就去厕所，然后去厕所的时间2到3个小时，我都不知道他干嘛，有时候更长。他跟我说，他在厕所的时间就是这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间。我心想，你这都你这样你幸福，我是不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？你安静，你可以去书房啊。一会儿让我换尿布，一会儿让我喂奶粉的，就是每天早上2、3个小时上厕所的时间让你不满意是吧？对，他就是总是。就上完厕所之后，我就觉得他在逃避我。上完厕所之后呢？上完厕所之后，然后他就各种理由，然后说我去书房了，我继续工作去了。然后他也对我们之间的这个生活，包括孩子，他也不管。然后老大这会儿2岁多，又特别闹。老大是儿子还是闺女？老大是儿子，然后老二是闺女。哦，对。陪老大玩吗？也陪，但是很少。我也陪了呀。我陪的少，是不是也陪了？那他有的时候哭，你就动不动你就跟他嚷，你那叫陪吗？2岁多的娃他听得懂什么呀？他主要是要父爱，但你老是跟他嚷，老是不让他哭，那可能吗？你觉得？又开始，又要开始说过年的事。不是我应该开始，就是主持人，你知道，我每次一叨叨，他就躲到厕所里。你刚才说又要说过年的事儿，过年什么事儿？对，因为过年的时候，我带着一家人回姥姥家去拜年嘛，然后当时是2个哥哥都带着自己家里的孩子都在，他的孩子比我家孩子就是大几个月，这个时候就2个孩子因为这个抢玩具的事儿，我儿子就一直在哭，一直在闹。当时我出于父亲，我觉得男孩他应该阳刚一点，我不希望说他2岁多，他懂什么呀？你跟他说，让他讲，让他懂道理。那也不能像你那样总是惯着他吧？那我生他本身就难产，然后他还断了一根锁骨，那我心疼他，我有错吗？我作为母亲。我只是跟他讲道理啊，我也没有动手去打他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我跟你一直强调，我说你好好跟孩子说，你别跟他嚷，对吗？那你听吗？那你最后你把我逼成什么样了？对，他当我全家人面打了我一巴掌。打哪儿了？打脸了。我当时跟他道歉了，主持人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扇他，我打他，我不对，但是我主要是因为身为母亲，我心疼孩子，我不想说。你让我在全家人面前都没有脸了。那我道歉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然后之后我带着奶奶回家了嘛，回家之后，然后他就一声不响的就直接摔门就走了，把我跟奶奶还有孩子就扔家了，然后直接走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干嘛去了。结果他第2天才回来。我是不想跟他吵架。他就是这样。不是，后来这个事儿怎么解决了？后来他第2天回来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当自然就过去了。他也不跟我去商量，也不跟我去吵这个事儿。不是这事儿，然后自然而然就过了。然后我这事儿就在我心里是个疙瘩，我就过不去。不是你过不去什么？就是我觉得我跟他提的意见，或者包括我跟他沟通，他根本就跟没听见一样，他下次还是一样犯。没听你的。对。好，听明白了。就是现在夫妻双方的主要的争执的焦点，是因为孩子带来的琐碎的生活，让你觉得压力很大。不止这些呢还不止，还有什么？他嫌弃我地方还多着呢我有点爱好他也不行。你那叫爱好吗？你那叫玩命。你骑摩托车，你天天骑快车，你去跑山去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每次一去好几个小时才回来。我自己有点爱好还不行吗？你根本就没有感觉，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。你之前你受过这个腰伤，你不知道吗？当时就整得挺严重的，滑脱了这个腰，然后也不能走路，只能卧床休息。然后
当时我什么都不懂，照顾他，我就上网去查资料，我去给他理疗，怎么推拿，怎么拔火罐，照顾他长达了6年时间。他就根本就不，也没有说那个考虑我感受，也没有说感激我，或者说心疼我。那行啊，那最后他也得逞了，他把我摩托车也给卖了。我是把你摩托车卖了，可是你最后你干嘛了？你又去开始玩越野了，那不是一个性质吗？那不是还是很危险吗？你做每件事的时候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一个星期出去2、3次，我怎么看见你那潇洒的？你出去玩，我天天还在家带孩子，没日没夜的带孩子呢，你管过吗？不是，那我一天工作那么多，偶尔还要应付你，一会儿叫我喂奶，一会儿又让我换尿布的，我不能缓解一下压力吗？你有压力，我就没有压力，那我还想出去潇洒去呢。你有爱好吗？我有，我这个爱好就是喜欢石头，喜欢翡翠，但是已经喜欢了很多年，他就一直否决我，就觉得那些破石头你老买它干嘛？我带照片了，你可以给大家看看，你那是爱好吗？看看，嚯！啊，这还只是一部分，而且因为这件事吧，之前也跟他就是吵架，吵得特别凶。这个得值点钱吧？买的时候多少钱？也没有多少钱，也就是7万块钱。你还有送出去的呢？那我不得有朋友，我送人家，那人家也喜欢这个，那谈到这儿我不得送人家吗？你们俩谁管钱啊？一开始是我管这个钱，然后后来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他的父亲做了手术，医生就跟我说，你公公这个是因为抽烟喝酒导致的，那你到时候回去跟你老公劝劝你公公不要再抽烟喝酒了。然后我这事儿我就跟我老公说了。然后他就特别气愤，说啊，你管那么宽干什么呀？这件事我是不是我听你的？那我是为你好，对吧？然后后来他就因为这个事儿，他就把这个财政大权就拿走了，他就不让我管了。就为啥呀？不是，这个不是主要原因，这是因为这个事儿吵完架之后吧，他有一件大事不跟我商量，他去跟朋友去做这个投资了。那我不是也想给这个家添加一份那个收入吗？那我也是好意呀。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这么大的事儿你那我不知道他能亏钱呢。那你说房子跟车子都在你名下，然后你现在又把管钱的那个权利拿走了，你让我怎么弄？让我怎么办呀？你考虑过我吗？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？这车和房都是咱俩结婚以后的共同财产。投资赔了多少？就赔了10万块钱，但是投资也就投资了15万块钱，然后他就觉得10万也不是小数目。而且你还有那种爱好，你还买那么多石头，听懂。哎，这10几年你们一直合伙做买卖是吗？对，就我们俩一直都是干什么事都一块儿，然后包括开网店，包括以前我们还干过装修，然后都是配合度都挺好的啊。所以你们俩是非常默契的合伙人是吧？是的。感情上面没孩子之前你也觉得他不错是吧？对，因为他那会儿对我一直挺好的。也就是说你们俩的这个所有的冲突就来自这么3、4年，是吧？从老大2岁多嘛，从生完孩子，对吧？2个孩子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就变了。好，我问2句啊，他以前骑摩托吗？他以前也骑，他最喜欢极限运动。然后他最严重的时候就是那一年我带他去回新西兰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蹦极，然后我说那你这蹦极多危险呀？他说不行，我就一定要蹦极。然后从192米的那个高度就是这么跳下来，结果他跳下来之后他还觉得不刺激，他还要跳第2遍。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是绑着安全绳的，那个不是啊。那我也担心呢啊。那毕竟那么高的地儿。摩托车你坐过吗？他的车？我坐过，我当时坐过。他真的，他骑得太快了，我特别害怕。然后我也担心他因为这个摩托会摔，会再受伤。他现在那个越野是什么？是4个轮的还是徒步越野？他现在是开车越野，然后去翻山越岭，去爬山去。然后我也担心这车会被翻呀，然后他会再受伤，然后再腰再受伤，我再照顾他6年。就总而言之，2个人还曾经患过难，对吧？是。但是他不珍惜，他就觉得啊，我为了他付出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算什么。那个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啥？我来这儿，我就是想让他改一改，就是能让他多为我考虑考虑，然后想想孩子，别那么凶孩子。我说什么他能听着点儿。压力大吧？压力大呀，就是本来就是工作压力就已经够大了，然后每天还要去应付他一天跟我说要聊这个要聊那。你这话说的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家里面所有这些开销。都来自这个网店是吗？差不多吧。1个月要开销多少？你家1个月开销现在大概2、3万吧，所以压力其实挺大的。对，因为之前这些事情都是他管，我也没有就特别的之前都家里支出的问题，对我只管收入，我的支出都是他在负责。现在你等于收支全在你手里。对，你管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，你觉得过去是乱花钱了，还是其实还管得还可以？管得还可以，就除了他爱好这块儿。
但是他爱好这块也都跟我商量。他还嫌我爱投资，乱投资，不跟他协商。好，对，主要是因为他不跟我商量。你最接受不了他的3点是什么？最接受不了他的3点就是，他一生气的时候，他太独裁了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想要自己这个私人空间的时候，他就完全不给我。喜欢黏着你。对，喜欢黏着我。第3，你就是嫌我烦。然后就是管太宽，既不让我骑摩托，也不让我玩越野。那你要再受伤，腰再坏了怎么办？你考虑过吗？那开着不是我骑摩托2个轮，你觉得危险？那我开越野都4个轮，你那不危险吗？你直接爬山去了。你说3点，你最不能忍受他的。我最忍受不了他就是他老动不动就蹲厕所，一蹲就2、3个小时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然后还有就是他自私，就老爱贪玩儿。然后还有就是他根本就不顾我现在的这种感受，而且也不心疼我累不累。就这样的男人你还要吗？当然要啊，主持人。都这样了还要他干嘛？那毕竟感情都16年了，我怎么可能因为这件事儿我去跟他离婚呢？婚是不能离的。我就想让他改。人是要改造的。对，是。哎，你跟我说你在那个洗手间里2、3个小时在干嘛？工作需要呀，就是你是在那办公是吗？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。那你不能去书房工作吗？你非要蹲厕所吗？我去书房工作的时候，你不让我关门啊！而且孩子又闹我，然后你又喊我，你喊我就出去。他就老纠结这个事，我叫他的事，他就老嫌我烦。就是我偌大的一个家，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叫我，那你说我是出去我是不出去？我不出去的话，你又跟我发脾气。你在厕所里他是不打扰你的是吧？我就当没听见，门一反锁，然后我就在里边，我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你们家多大呀？120多平。就那他都听不到我说话，我都得扯着嗓子喊他，就跟没听见一样。那你觉得他是没听见而不愿搭理你？他就是装的。所以现在谁想改变这个局面？夫妻俩都想改变吧？对，我觉得他太事儿了，因为这个事情吧，其实我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提高这个工作效率。你怎么那么多理由呢？一天？哎，有没有想过出去租一个房子？就是我正常出去办公去就得了，我不在家里办公。我也是怕他在自己家，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忙不过来。你又担心我一个人在家怎么？那你出去玩的时候，你潇洒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呢？跑这儿来当好人来了。咱别纠结这个问题了，行吗？现在每周出去越野几回啊？最多的时候也就2次吧。最多2次。1次1天吗？我想出去玩1天，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提前打电话让我回来了。我打电话你接吗？你这不搞笑吗？你那你打那么多电话，我一看那么多未接电话的时候，我不接也不行了呀。那得多少小时？你都快回来了，你才给我回电话。行，怪我没问好。夫妻俩都想改变。是，我想改变现状。我觉得他对我越来越敷衍了。我不想说维持现在的状况，我想回到原来的点。我想要当初的感觉。好，听明白了。你是想回到啥时候？我就是想专心工作，专心赚钱。女生是有一个穿越的要求，叫回到过去，依然相爱。男生有一个现实的目标，哪怕我在厕所里办公，只要你不吵吵，我也能接受。我不在乎办公场地，对吧？对，就是我只在乎安静，对吧？行，听明白了，老师们，你们看看怎么办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赵女士，你当初就是选择了只要爱情。因为你就是个恋爱脑，你当初不顾一切的，你说2个人，一个南半球，一个北半球，你飞10几个小时回来，你最后到见到他，估计都快20个小时了，你就去见一个你未曾谋面的人，只是在网上有那么一丝丝感觉，就是宝贝儿，你的人生对于爱情的期许实在是太高了，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，你构建了一个你想象中的他，可能一开始因为2个人初见有新鲜感，人和人都是相遇的时候最美，他会给你他最好的一面，那久而久之他其实是坚持不下去的，他只是做回了他真实的自己而已。现在咱也是个妈妈了，咱有2个孩子，就是一个家庭，其实你要向上走，你要有旺盛的生命力，我觉得最大的阻碍是内耗。您是一个极其内耗型的女性，你太期待你所有的事情都有回应了，但是你太期待他回应，往往你想要的回应就变成了他的负担，所以久而久之他觉得他不回应你，我反正不回应你我也是挨骂，我回应你我也是挨骂，那不如我把门关起来，我什么也不听，我什么也不说，我就直接挨骂好了。所以您的问题是什么？你太期待
所有的事情都要往你想要的方向去走。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，不可能有谁一直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去做人做事，不可能的。第二点就是，你真的要克服你自己的幻想，你要活在现实世界里，你不要总说我觉得他曾经对我怎么样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吵架是伤感情的，100分的感情吵到现在也是个负数了。接下来说这个张先生，说实话，你比他要聪明，你比他务实得多。你不要欺负她是一个非常勤劳、非常善良的女人，因为你就是没有做好你作为爸爸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作为丈夫应该做的事情。你要想明白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就是啥也没了，你摔断了，还有谁会来照顾你一个5、6年？她就是一个小女孩，她对你没有别的多的诉求，她甚至没有在舞台上说你要赚多少钱回来，你要怎么样去对待我的孩子，没有。她就是想跟你谈一场恋爱，她现在还是想跟你谈恋爱。这么一点东西都拿不出来吗？就是我们做个男人好不好？36岁了，承担起你的家庭责任。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你们今天在现场的交流方式，是不是就是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交流方式？对，经常在家里这样吵架。但是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在逃避，根本就吵不起来，他就等于我说什么他都不听，跟听不见一样，他就避免这个。那我不逃避，难道还继续跟你吵架吗？对，他就这样。女嘉宾赵女士是这样的啊。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学会倾听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们在整个交流过程中，其实你抢话的次数远远大于男嘉宾。学会倾听的前提是互相尊重。你要想让对方尊重你，那你一定要倾听，你不能他说话的时候你老打断，或者他说话的时候你老打断。这是我第一个建议。第二个建议，你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定要分开。虽然是一个网店，但是你不能混为一谈。我觉得你哪怕在你们小区的附近不远的地方，哪怕成本可控的范围内开一个店，一定要分开。因为什么？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学习也好，对吧？你发现没有？你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矛盾或者纠纷，包括争吵，其实和你们目前的这个网店的状况是分不开的，就是因为混为一谈。第三点是，赵女士，你这样处理这些矛盾的方式还是有点太激进了。我觉得你们的转折点是一个耳光，如果没有那个耳光的话，可能今天的情况要好得多。你发现没有？你那个耳光打在哪？先说场合，是公众场合，你认为是家庭，但你不要忘了，家庭也是公众场合的之一啊。这个场合有长辈，有平辈，尤其是有晚辈，你不能当着一个孩子的面打你老公啊。而且你这个对孩子很不好的示范效应，打在脸上，痛在心里。对，没错，对吧？男方就是他嘴上说原谅你，但是我想在潜意识里面，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原谅不了的，甚至这个阴影他一直走不出来。男人是要脸面的呀，对吧？而且你打的是一个挚爱的人，我特别支持男嘉宾，也理解他。那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说摩托车承载的是一个人的灵魂，汽车承载的是一个人的肉体。对，是你把他的灵魂都卖了。对，我是担心他的安危吗？我怕他再受伤啊。当然，安危可以提高摩托的技术呀，或者控制他的驾驶的次数呀，或者说不让他去山上，你比如说在平地上也可以啊。他根本不听啊，他还是不顾我的感受。不听你得沟通，你不能把他卖了。那不影响他去玩啊。我问你一下，还去越野了。男方如果把你那个玉卖了，你能接受吗？他也没地儿卖去。所以你看，不懂这些东西嘛。所以我觉得你还得就是这个爱好，就是一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点爱好的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对你们这个生活中也是一个短暂的隔离，其实挺好的。那么还有一点是，男士啊，以后还是主外，因为他喜欢干工作，你发现没有？专心搞钱，你呢是安心照家就可以了。我想你把这处理好之后，他就不会嫌弃你。他不但不嫌弃你，他会更爱你。你老是假设一些很多悲观的东西的话，这对你们目前的状况只有坏处，没有任何好处。还有一点，夫妻之间对财产的有平等的处理权。那么这里面管道支配中间一定是充分的沟通和协商。那我就是担心嘛，那现在房子跟车子都在他名下了，那他又把财政大权拿走了，那我肯定是担心，那万一说钱都在他名下管着，他要出去干嘛了我都不知道。我今天告诉你，你担心是多余的，即使在他名下也是你们俩一起的。而且他管着钱他还累了，操多大心呀。
你反而省心了，你担心啥呀？我觉得女嘉宾一上来说这个男的装了10几年，其实我宁愿他装一辈子，装一次是装一次是骗，装一辈子就是真爱。只要他对你好，我觉得就足够了。谢谢任律师啊。房本写他的名字。行啊，无所谓，都是婚后财产。你等会儿啊，千万记好了，这是有录像的，他可以拿着这个证据来证明，正好有律师在场可以作证，没毛病，对吧？没毛病，我能装，我怕什么呀？这是你说的啊。第二个事情，钱不是你现在在管吗？对。每个月能公开透明的把你们家的收入开支都给你媳妇儿看吗？公开看没问题，但是财政大权想交出去那。财政大权你拿着，但是每个月就跟财务一样，得给老板汇报一下。不是我是老板吗？你。啊，行，没问题，无所谓谁是老板，你俩都是老板啊，没问题是吧？没问题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说你们俩问题了。既然事儿都解决了，你俩所有的问题就2个字儿：意外。你俩没有一个人认认真真在经营这段婚姻，意外的恋爱，意外的确定关系，意外的生孩子，再意外的生老二。你们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的、按时的、踏踏实实商量过且计划在内的。所以你俩的生活，我觉得总结起来特别感性，但又是特别冲动的人，且加上特别不会解决问题的人。所以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，对于女生来讲，你们的孩子看到的就是一个随时随地逃避的爸爸，还逃跑的爸爸，和一个抓狂的妈妈。孩子看不到你们2个身上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希望。所以我现在说一句话，可能武断了一点，你们现在吵架只是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在解决问题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在勇于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。如果男生你说我是大老爷们儿，我就要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，那好，别跑。你媳妇儿在那儿唠的时候、说的时候、抓狂的时候，听着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现在刚生完2个孩子，她现在还属于内分泌紊乱期。你有心疼过她内分泌紊乱导致她脾气暴躁吗？你没有？有啊，我忍了她6个月呀。忍什么忍啊？这叫解决，忍不是解决。忍也是一种逃避的方式，跑出去玩也是一种逃避方式。我没有说出去玩不可以，但是一遇到问题就跑出去，一遇到问题就跑出去，那就是在逃避你们2个人之间的矛盾，且不愿意去解决。女生真的还完全听话，你们家就没矛盾了吗？未来你们孩子的问题会越来越多，你们2个人关于孩子的教育的理念也差距越来越大。所以听话不是解决。如果你真的要让他听话，有一个前提，你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是你们2个共同商定出来的，这叫听话。他不是听你的话，是听你们共同的决策。好的夫妻，我觉得有一件事他们能做到，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。但不好的夫妻也同样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遇到问题一个抓一个跑。你的人生里面是把太多东西拿起来之后，然后你没有任何一样你是可以放下的。你要问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，根本跟你老公没关系。我劝你放下2孩子，你每个礼拜都可以放下那2孩子，你都可以提要求，我就要玩1天或者玩2天。人上班还能留2天休息呢，为什么当妈妈不能休息？我觉得这是你最需要做的，拿得起，要放得下。然后你们2人的问题，你知道是一个现在社会上很常见的问题，就叫中年人情绪资源枯竭的问题。前2天我在公司里面，我们玩坦白局，我们一堆同事来说我缺点，说我这2年变了，说你本来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，能给人情绪价值，怎么这2年就不能给人情绪价值了？啊，为什么你说的话都是怼人？后来我真的回想，怎么思考这个问题，我发现是真的。我再也没有办法，就别人跟我说一句什么话，我首先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行，我受不了，或者说你怎么又要让我干这个，是不是这样？对，是这样，是吧？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是这样，就是你们2个人的家庭分工很明确的，你主要干的是什么？体力劳动，就是带孩子呀、做家务等等。你主要干的一个是收入劳动，第2个叫情绪劳动。什么是情绪劳动？就是他说的。你得对我好呀，你得是暖男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本来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人，问题就是人到中年家里多2娃，人多，你想本来1万块钱2个人用和1万块钱4个人用，这个资源的消耗是不一样的。他现在压力也很大，确实很大。
大在什么地方？第一个，收入肯定是在不断下降，这是一定的，对吧？第二个，开支在不断增加。第三个，你肯定是很烦躁，为什么？因为对于你来说，你烦躁是正常的，因为有多俩孩子嘛，你肯定烦躁嘛。所有的噪音越来越大，事儿越来越多，细节越来越多，所以人到中年没有好事，全是坏事，所以情绪价值耗尽了，他给不出来了，他也很可怜，他缩进厕所里面。有一点，我觉得你今天在台上表现得非常的不好。我相信你其实内心本质上是一个暖男，但是你在情绪价值耗尽的时候，你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想要宣泄，负面情绪特别多，发泄出来。但是你有一点真的很不好，就是你真的看不上他，流露出了很多看不起他的点，尤其是你在提到我挣钱，我是老板这个时候，他是一个跟你白手起家的人，而且你老婆真的不算大手大脚乱花的人，他就一个墨翠和一个玉还可以。那其实你还有过摩托车，你还有过越野车，他那套镯子里面可没什么正儿八经的东西呢。有的时候要想一想啊，虽然他嘴上是不饶人，但是他为了这个家真的耗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，他把他自己能够活出个人样，能够有安全感，能够好好挣钱的机会都让给了你，不是你在挣钱，而是让给了你一个挣钱的机会，你得理解这一点。最后给你们提一个建议，一个就是放下，每周给自己放1天到2天的假。第二个，我建议你们相互之间再认可一下，你要去认可你太太曾经是一个如此优秀出色的人，我觉得你要去给她一种价值感，告诉她她在做的事情是什么，甚至于你可以鼓励她走出家门去做一点更有价值感的事情。至于你也应该夸夸你老公，他其实真的不算差，在中年男人里面，像你老公这样的人，缺点算少了。男人还是要夸，多夸一下，他说不定能多改一点。最后就是一句话，特别希望你们俩好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就是刚刚也听过老师们说的这些话，然后一些道理，然后我觉得咱们相互沟通一点吧，毕竟在一起16年不容易，我也不想离婚，我想通过这个事情，然后去改善一下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其实这些年下来吧，我是真的想赚钱，然后工作特别忙的时候，客户特别多的时候，我也想，我真的很想你理解我一点，我真的有的时候特别烦，负面情绪特别多，我不想要这工作特别累的时候，然后还要去应付家里的一些琐碎的事情。我也希望你能多理解我一些。谢谢2位，请回。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，为老师预测一下，你觉得他会出来吗？还是依然逃避？我觉得他会出来。我觉得男士应该会出来，必须出来。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，请开门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对不起，前两张，对不起，不容易，你可以看到有爱的。好了，这么多人，谢谢你们啊，请回，加油！谢谢你，加油！哎呀！
所以说爱情奢侈嘛，就生活这点琐事就给你打的全没了，爱还是有的，祝他们幸福。